江山的稳固在于仁德，而不在于山河险要。被一个无德之人吴起提醒要注意自己的德行，那魏武侯得多缺德呀！如果我是武侯，我会这么问：我如果想有德，我应该怎么去做？历史代表着通鉴，通从古至今，鉴过去的镜子，提示现在，也提示未来。冯唐讲《资治通鉴》，咱们讲《资治通鉴》第6个故事。咱们上期已经花了好多时间讲魏文侯大胆取用吴起的故事，我们下边这个例子讲讲魏文侯的儿子。魏文侯死后，儿子魏姬继位，这就是魏武侯。他是3家分晋后魏国的第2代国君。作为国君，魏武侯可以说先天有优势，魏文侯给他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后天也非常努力。他兢兢业业，虽然没有大功，但没有大错，称得上是守成之君，把魏文侯留下的家底儿用得不错，但是不如魏文侯。到底什么地方不如魏文侯？司马光很少盖棺定论说谁谁谁不如谁谁谁，但是司马光很聪明很用心的举了魏武侯和吴起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很有意思，提示了魏武侯为什么在成事一方面有相对的欠缺，不如魏文侯，以及他在成事修炼上有哪些可能的严重缺陷。魏武侯继位之初和吴起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一次，魏武侯同吴起外出巡游，坐船顺河而下。魏武侯感慨说：魏国江山巩固，这是我称霸的基础。周围的大臣纷纷附和说：哎呀，我们太幸运了，大王太英明了。只有吴起一个人说反话：大王江山的稳固在于仁德，而不在于山河险要。你看夏桀、商纣这些前朝君王的山河，哪个不比你的山河险要？最后夏桀、商纣都亡了国，为什么亡？不是因为山河不险要，而是因为他缺少德行。所以一国之君最重要的是有德性，施行仁德，不是倚仗山河之险。如果有山河之险而没有仁德，跟大王同船的人都可能变成大王的敌人，山河之险有可能转手成为别人的山河之险。魏武侯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原文写得非常克制，我呢给大家读读原文，简单的翻译一下。武侯扶西河而下，中流故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什么意思？魏武侯坐在船上，顺着西河顺流而下，船到一半，非常志得意满。你想想，你是一方霸主，你坐在船上，周围名将吴起以及非常出色的谋臣，你看着你的江山山河险固，你想想你的敌人，觉得他们不太行，你心中自然就产生一种指点江山、逐鹿中原、天下非我其谁的那种牛逼劲儿。魏武侯也是体会到这种志得意满，心里非常开心，所以才会对名将吴起说：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你看啊，他没有夸自己，也没有夸吴起，也没有夸周围人，只是说我爸爸留给我的地儿棒，我天然
就有屏障，真是太棒了，美哉美哉！这是魏国的大宝贝，这是我的大宝贝，我好开心。多数人听到一把手跟自己这么说，第一反应会是顺着他话说，把他这一点再放大一下，说说山河之险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有这样的山河之险，周围这些邻国非常难打，我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就是说，多数人的反应是顺着魏武侯的话多说几句，也有少数会进一步多夸夸魏武侯。比如说，除了山河之固，我们还有您的圣明，这个是比山河之固还棒的天险，您才是魏国更大的宝贝。这是一小撮佞臣更加阴险的。还可能有第三组人会这样利用人性，他会说，对呀，大王，您可以高枕无忧，想玩点啥就玩点啥，想画点画就画点画，想听点音乐就听点音乐，想弹个吉他就弹个吉他，想骑个马出去溜一圈就出去溜一圈。秦国、赵国、韩国那都不是事儿，齐国、楚国那也不是事儿，因为我们有山河之固，这是魏国的大宝贝。你看，我给大家列了3类常见的反应。第一类，顺着魏武侯的话应承几句；第二类，放大魏武侯的意思，进一步夸奖魏武侯本人；第三类，就着魏武侯的意思往外延展，不仅承认魏武侯说的对，而且延展出 so what， 因为您说的对，那你可以高枕无忧。其实就相当于说出了魏武侯潜在的没说出来的那些话，那些想法。你想，魏武侯能不高兴吗？魏武侯能不高看你一眼吗？但吴起怎么说的？你听听吴起的回答。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得意不修，与灭之。夏桀之居左和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阳常在其北，修正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正不得，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周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说，大王您说的不对，真正可以当成护城河的，当成屏障的是德，不在山河之固，不在天险。之后吴起用3个实例进行了论证，三苗氏、夏桀、商纣，他们都有比魏武侯更险的天险，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德政，他们没有德行，都被干掉了。所以最后吴起总结，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吴起说的很直接，您如果认为自己有天险不怕，您想错了。比您地方更大、天险更多的3个君主都被干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无德。这块听话听音，虽然似乎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你想想，吴起著名在哪里？著名在2点。一点，非常能打，打起来天下无敌，是战神。从古至今，如果论名将，论10大名将，吴起会在里边；论5大名将，吴起可能还在里边。至于3大名将，吴起是不是能在里边不一定，但是吴起在他生活的年代，前100年后100年，作为名将是无可争议的。
另外吴起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非常狠，缺少德性。当魏文侯问李克的时候，李克说：其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贪而好色，无德，狠人，但是用兵非常强。一个非常能打，但是贪财好色无德之人，纠正魏武侯说在德不在显。大家能体会我说的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的点在哪儿了吧？被一个无德之人提醒要注意自己的德性，那话外音就是魏武侯得多缺德呀！你想想，你要是魏武侯，你心里会怎么想？吴起最后还补了一句：若君不修德，周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的意思是说，您如果躺在天险上睡大觉，不去修德，而走向修德的反面，虽然船上都是您的臣子，看上去这些人跟您同舟共济，但是这些人将来可能都是您的敌人，敌人就在身边。吴起这话说的挺狠，挺直接。我这样贪财好色无德之人，都想跟您说一句，讲点德性，不要缺德，这才是您的保全之道，这才是您逐鹿中原的资本，这才是您守江山的资本。司马光没写魏武侯当时的表情，也没写他当时太多的行动。原文是这样说的：武侯曰：善。魏武侯说：挺好，知道了。你觉得魏武侯这个回答怎么样？你如果是吴起，你会满意吗？我如果是吴起，我不满意。这句话虽然表明了武侯一定的气度，没有生气，没有说把吴起推出去斩了，但是非常明显，武侯并不兴奋，并不开心。再往下讲一层，武侯没有深挖吴起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潜意识是不认可吴起说的这些话的。他嘴上不能不服，气量上不能不忍，但是他并不开心，并不欢呼雀跃，并不好奇，并没有沿着吴起的意思去打深一层。我再从一个角度讲，各位注意，作为 CEO， 作为团队项目经理，作为团队的领导，很多时候在关键点上打深一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我如果是武侯，如果我心胸足够大，能够战胜我人性的弱点，我会这么说：吴将军，您说的话我听到了，我能不能多问您一句，您心目中什么是修德的？吴将军，您觉得我魏武侯应该在哪3方面加深我的道德修养？你告诉我，在德不在显，德在您心目中是哪几个意思？以及我如果想有德，我应该怎么去做？如果我是武侯，我会这么问。我想吴起会表达出很有意思的东西。满招损，谦受益，一个老话，似乎又像一句废话，但是它是一个正确的话。所谓的德，用冯唐的话说，就是成事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很有能力的人君更要谦虚谨慎，纳谏如流。人臣呢，应该跟人君说真话，简单坦诚阳光。因为缺德，所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就显示了你真实的一面。历史代表着通鉴，通从古至今，鉴过去的镜子，提示现在，也提示未来。冯唐
讲《资治通鉴》。欢迎回来，咱们继续讲吴起和魏武侯的故事。咱们讲到吴起规劝魏武侯，您啊，不要沾沾自喜，要考虑修德，不要认为山川险固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去吃喝玩乐。但武侯他在德行上最欠缺的是什么？在整个《资治通鉴》里，我们总要涉及到这个德字。这个德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新华字典里所谓的德，不是五好学生德智体美劳中的德，甚至不是品德的德。所谓的德，用冯唐的话说，就是成事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你通过修炼，通过不断做事，持续做事，持续做大事，你会在原有的德行的基础上上升一个又一个台阶，直到成为一个能够立德而不朽的人。立德、立言、立功，立德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言立功的基础，而立德本身也是能够不朽。比如说曾国藩，他的立德一定胜过立言，甚至有可能胜过他的立功。曾国藩众多家书啊、奏折呀等等，跟大家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德是什么。他举了无数的例子，参用了无数的角度，我给大家提炼一下，就是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大事的成事修行者需要具备的一整套品质，叫做德。在整个《资治通鉴》的讲解过程中，我可能会时不常的举例，说这个人有德，这个人没德。好了，咱们就从魏武侯举起。我引用朱元璋的一段话，朱元璋是这么说的：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亦喜亦忧，得失判焉。由此可见，魏武之不如楚庄也。什么意思？楚庄王权衡国家大事，考虑强国强兵的时候，他周围文臣武将跟楚庄王都没法比，到不了他的见识水平，到不了他的思想深度。你猜楚庄王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楚庄王不高兴，面带忧色。而相反，魏武侯想事想得特别深刻，特别有内涵，特别有洞见，朝臣都不如他。魏武侯开心不开心？开心，而且面带喜色。你觉得是楚庄王有德行，是更好的成事者，还是魏武侯有德行，是个更好的成事者？朱元璋作为一国开国之主，他是这么判断的。同样一个状态，楚庄王有忧色担心，魏武侯有喜色开心，魏武侯不如楚庄王。我同意朱元璋的判断。朱元璋用楚庄王和魏武侯的比较，举了一个所谓德行的例子，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定义的德行的例子。那朱元璋为什么觉得楚庄王比魏武侯强？朱元璋是这么接着说的：夫喜者尽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尽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逸，败日志矣。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能力沾沾自喜，而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你就会志得意满，就会骄傲，就会整天游手好闲，就会整天沉浸在自我满足、自我开心之中。如果那样，你倒霉的日子马上就来了，劈你的雷已经在路上了。忧其不足者，则治下，治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就是说，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足，
那你心是虚的，周围的人会很乐得告诉你应该怎么改进，因为你心里不是满的，你能装进去。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亲报邻国而位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训治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则天下之事无不济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分析了，沾沾自喜的要倒霉，虚心的能进步，所以楚庄王因为他谦虚谨慎，他最后兴旺了楚国；而魏武侯因为他沾沾自喜，到处欺负邻国，国家日益衰败。很有能力的人君更要谦虚谨慎，纳谏如流，听别人的话，判断别人的话，用别人的改进意见，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成事者。人臣呢，应该跟人君说真话，简单坦诚阳光，不能因为君主爱听好话，明君更爱听好话，你就天天说好话。你看到应该给负面意见的时候，你还继续说好话，这样不行。所以君主反而要谦卑，要谦虚，而人臣反而不应该总顺着君主的意思去说，这样君臣各尽其道，天下的事儿会越来越好成就。你们君君臣臣在一起，才可以成事儿，持续成事儿，持续成大事。也就是说，朱元璋指出，谦虚对于 CEO 对于君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德行。魏武侯缺的就是谦虚，敞开心胸，不要总因为自己有什么而志得意满，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危险，看到自己应该改善的地方，积极的去行动去改，这样才能让自己立在不败之地。我知道这样是很难的，特别是他已经是 CEO 了，已经是项目组长了，已经是小队领袖了。这些领导如果他是一般人，如果他是平均线以下的智商和情商，他可能混不到领导位置。他已经到了领导位置，他就有足够的资格去骄傲，去自满。但是资治通鉴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能跟着人性的惯性往下走。你可以自满，应该自满的时候，你不要自满，你就走到了别人的前边。同样是人性很正常的一件事，你作为 CEO， 你摁住了不做，恭喜你，你就走到了竞争者之前，你就比他们更进一步。这也是我们说的，克服了一些人性弱点，培养了自己的德，那你的胜算就又增加了一步。成事儿，持续成事儿，持续多成事儿的秘诀在于德，而不在于你有多少以德的资源，在于品德的德，而不是你已经现在手上有多少牌可打。我估计各位也听过这个话，原来凭运气挣的钱，最近凭本事都输回去了。你细想这句话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因为缺德，所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就显示了你真实的一面。以前能做成的事儿，现在就做不成了；以前能得到的东西，现在也很快的失去了。魏武侯不如楚庄王，不如魏文侯，主要在于他的德行不够。至于他的德行差在哪儿，至少有一点体现在这个案子里，就是沾沾自喜，不够谦虚。谦虚对于 CEO， 对于一个君王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但是恰恰因为你能谦虚，你的团队、你的企业、你的国家就有了更大的进步的机会，
因为你的骄傲、你的团队、你的企业、你的国家开始面对更大的风险。满招损，谦受益，一个老话，似乎又像一句废话，但是它是一个正确的话。看上去容易，做起来真难。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懂得，但是几乎每一个 CEO、每一个君王、每一个团队领袖，他都面对如何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保持谦虚这一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工作。我们的重点不是褒贬历史人物，不是讲历史规律，而是讲管理规律。在得不在显，这个案例提示了一个核心管理词，就是护城河。你也可以叫它防火墙，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你靠什么来抵御竞争？你靠什么胜出？凭什么这个市场份额该是你的？凭什么你挣这个钱？这个你，我是指一个团队，整个一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而不只是 CEO 他自己。但有意思的是， CEO 自己的德行，就是我们讲的魏武侯缺少的一些东西，恰恰是组织核心竞争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在以前的课里讲过，华润有5个关键成功要素。如果一个业务单元具备了这5个关键成功要素中的3个甚至4个，它成绩就很大。如果具备了5个，它几乎一定能成。如果只有2个甚至只有1个，它成功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了。这5个关键成功要素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强调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5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第一，有一个有德的 CEO， 一个好的 CEO， 上马能征战，下马能管理。2，给这个好的 CEO 配一个能跟他一起和谐工作，一起有效工作，又能补足他相对短板的领导班子，给他配好几个副手。第3，给这个业务单元、这支团队制定出一个可以胜的战略。当然，制定过程有可能是总部和业务单元一起，有可能是业务单元自己，有可能是业务单元和咨询公司一起。但是不管途径是什么样子，最后结果要有一个制胜的战略计划。第4，就是要有一个战略激励，3年也好，5年也好，做成了这件事儿，大家如何有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奖励，特别是物质奖励。你有了一个好 CEO， 一个好班子，一个明确的制胜的战略方向，一个未来好处的分享，最后一个就是在战略实施中建立你的核心竞争力。咱们再深打一层，什么叫核心竞争力？就是别人即使知道了，他不是那么容易能学到的，甚至他很有可能学不到，我就告诉你我的核心能力在哪，你就是学不到。不容易偷走，不容易学到，不容易在短期内获得，你挖几个人都没用，甚至你在市场上整团队整建制的拉到你的机构里也不一定好用。对我来说，这就是核心竞争力。靠这个你可以赢得你的竞争，靠这个你可以攻城掠地，开疆拓土，逐鹿中原。从我刚才讲的定义出发，跟大家说点背景知识。巴菲特曾经在2000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会上提出护城河理论，让我们把护城河作为一个伟大企业的首要标准，保持它的宽度，保持它不被超越。我们告诉我们的经理，我们想要护城河每年变宽，那并不意味着今年的利润比去年多，因为
有时候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护城河每年都在变宽，企业的经营将会非常好。当我们看到一条很窄的护城河，那企业就危险了。我们不知道如何评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就不考虑它了。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生意或者大部分生意都有挖得很深的护城河，我们认为我们的那些好的经理正在加宽它们。护城河其实说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核心竞争力。你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团队，你只有了这个核心竞争力，你才可以处于不败之地，你才可以从不败走向胜利。巴菲特认为可口可乐、美国捷运、吉列等公司都有宽阔的护城河，通过长期持有这些公司，可以在金线之上。但是巴菲特没有讲如何确定这些护城河，如何打造这些护城河，如何让竞争对手难以复制这些护城河。你听冯老师讲《资治通鉴》，听冯老师讲成事心法，听冯老师讲书，我会告诉你什么是护城河，如何持续让它变得很宽。锁定冯唐讲《资治通鉴》，咱们慢慢的从历史看管理，向古人学习管理智慧。我作为老师，会把我知道的现代管理知识、现代管理结构，慢慢的在讲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传输给大家，希望各位能有收获。现在呢，我给大家布置课后作业。如果按照冯唐的德的定义，就是说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大事的成事修行者应该具备的一整套品德。拿这个当德的定义，你认为你自己最缺的德是哪3点，以及每个缺德的地方都举一个例子。第2个课后题紧跟第1个课后题，你认为你直接领导缺德之处是哪3个？估计你写这个可能写得很快，骂领导总是非常治愈一件事儿。你看啊，写领导缺德之处很有可能比你写自己缺德之处要容易很多。检点别人容易，检点自己难；骂别人容易，骂自己难。第3个课后题，你父母缺德之处，并且举例。好了，你把这个3个课后题都做完，你想想如何帮助自己提高德性，如何帮助领导提高德性，如何帮助父母提高德性。欢迎给我留言，欢迎和我讨论，欢迎各位上我每周的聊天直播，大家唠唠《资治通鉴》如何立德，如何修德，如何提高德性。如果你行有余力，你还可以审视一下你最大的有德之处是哪3个，你直接领导最优秀的品德是哪3个，你父母最优秀的品德是哪3个，把这3个从好的一方面也答下来，举例那就更好。作为老师，我行使老师的特权，课后题这次我不做了，哈哈哈哈哈。如果各位想替我总结提炼，冯唐缺德的是哪3点，有德的是哪3点，欢迎给我留言，欢迎讨论。我呢已经年过半百，有可能你提了呢，我也不见得能改，但我非常乐得看大家认为我缺德之处在何处，我有德之处在何处。最后一个课后题就是你以及你所在的机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请拿出1页纸列出来。我知道我的核心竞争力，我的护城河是什么，我又要行使老师的特权，我决定不告诉你。当然其实也不是秘密，
护城河也好，核心竞争力也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告诉了你，你也拿不走，这是最重要的定义。祝福你，你的团队，你的机构能有品德，能有自己的护城河。